我是遗忘，欢迎回到我的频道。今天这支影片呢是接续我上一支策马特的影片，要来介绍瑞士法语区的两个城市 Montreux 跟 Vevey。那这两个城市呢，就是在瑞士日内瓦湖这个区域，又可以叫做 Swiss Riviera。那为什么我会有这样的行程安排呢？主要的原因有两个。第一个原因是策马特的住宿真的太贵了，大概可以到台币5-6千块左右，算是最便宜的，甚至还是青年旅馆。那如果我从我住的地方圣加仑到策马特，光是单趟就是4个多小时。那来回的话，岂不是一整天都在搭车了吗？会挤压到在策马特的时间。那刚好在找住宿的时候发现，蒙头的住宿还蛮便宜的，大概2000台币左右。那而且因为我是一个人去的，没有人帮我分摊住宿费，那这个价位还可以接受。再加上第二个原因就是我一直很想要去瑞士法语区玩，那所以综合加起来就觉得，那去再把这个法语区的行程安排进去还算不错。然后从策马特到蒙头的距离也是大概2个多小时，还算可以接受。就算晚一点搭车，搭到末班车的时间会延后一点点。所以呢，就有了这样的行程安排。在正式进入影片之前呢，我们来补充一点背景介绍吧。相信大家对于瑞士法语区的印象，大概都只留在洛桑跟日内瓦这两个城市吧。洛桑呢，就是洛桑管理学院的所在位置，那也就是那种学生进去都住5星级酒店啊，一个学期要几百万台币的那种贵贵的学校，酒店管理学校。那日内瓦呢，就是一大堆国际组织的总部所在地。那其实 Montreux 跟 Vevey 这两个城市呢，也是非常的有名的，很多著名人士都在那边待过很长的一段时间，像是查理卓别林，然后还有皇后乐团的主唱 Freddie Mercury。那尤其是 Montreux 的 Jazz Festival 非常的有名，Montreux、Vevey、Lausanne 都坐落在Swiss Riviera 这个区域。那 Riviera 的意思呢，在意大利文直接翻过来就是 coastline。那它正确的解释是说 ，so region with subtropical climate and vegetation。那意思就是说，有些比较亚热带的一些气候跟植物什么的。然后在沿海附近这样的一个概念。那它这边的感觉呢，因为有点接续到 French Riviera 这一块，就是像是尼斯啊、坎城啊这边的气候，所以整个氛围还有那种度假感、chill 的感觉，跟 French Riviera 这一区非常的相近。这区著名的景色呢，就是沿着日内瓦湖的沿岸风光，非常的漂亮，都会有一些花啊什么的，然后还有它绵延丘陵上面的那个葡萄架子，要来酿葡萄酒的。城市跟城市的距离也非常的近，所以其实呢，你从 Montreux 要走到 Vevey 是可以的。那事不宜迟，我们就进入正题吧。我们现在要出发去 Queen the Studio Experience。那它就在我饭店对面的赌场里面，没有门票，不用钱，所以不去白不去。不知道大家对于这个成立于1970年的乐团有多少印象？不过没关系，你们一定听过《波西米亚狂想曲》，就是这个乐团的歌。从1978年到1995年，他们总共在这里录了6张专辑。我们现在背后的就是日内瓦湖，这边超漂亮的。刚到春天，所以后面的花什么都出来了，很漂亮。这个位置呢，刚好就是在 Casino 过来一点的位置。找到了皇后乐团主唱 Freddie Mercury 的雕像。那
那 Freddie Mercury 呢，非常的喜欢 Montreux， 他曾经说过 "If you want peace of mind, come to Montreux"。他人生的最后一段时间呢，也是在蒙头度过的。沿着这条路走，景色都还不错。南法那边感觉好像更干一点，那瑞士这边就是比较偏湿润一点的气候嘛，所以感觉像花啊、草木什么之类的比较多样一点。那南法那边就有点地中海气候，所以就像很像波斯卡尼那种干干的感觉。这边沿路走来就还看到蛮多像这种装置艺术的，所以大家可以慢慢的在这边走，路都是这种平坦的柏油路，非常的好走。今天的空气还蛮赞的，闻起来有点像那个热带植物园的味道。我是不确定这边的建筑是发生什么事情，但是为什么看起来很像那个台湾的那个墓园一栋一栋的那种感觉，是我错觉吗？好可爱哟！这边还有一个小画框，还不错呢。进去的门票成人票要13.5欧，外面就长这个样子。瑞士随处可见这种贴心的登山健行步道标志。我们现在在车站要往 Vevey 走。今天天气真的太不好了，还在飘雨，看起来下午的降雨几率会更大一点。我想说，因为我要在附近Vevey 的那个海湖边走，然后去看那只有名的叉子，所以还是先去 Vevey 好了。之前影片中有提过，如果你们不是是拿那个纸本票的话，要找这种机器。它就是把票塞进去就可以盖章确认说你的票已经 validate 过了。那基本上不只是瑞士，欧洲其他地方也有，所以大家要记得小心，要 validate 它，不是说你买完票就没事了。那当然，如果你是用 app 买票，在瑞士是买完票就没事，但是在其他地方你可能还是要 validate。我之前在法国去尼斯玩的时候，我就忘了 validate， 然后被开了一张罚单。之后出法国的影片再跟大家说明这件事情。我们现在在Vevey了，后面这个呢，就是它非常有名的日内瓦湖中央的那只叉子呢。现在后面这边有一群小朋友在校外教学，应该是从美国来的。那我们等一下再去拍照咯。
后面这只叉子呢，就是薇薇最有名的地标了。另外一个有名的地标就是查理卓别林。现在在下大雨，不然的话，我在想，我一直在考虑要不要去那个卓别林的博物馆，因为它离市中心还是有点距离，不然就算了。我怕等一下雨下太大，我回不了家。太可怕了！今天后面整片乌云，今天整片都是降雨几率100%。早上还好，幸运没有下雨。总体来说呢，我觉得法语区的瑞士法语区真的比较像法国一点，然后比较有聊一点吗？跟德语区比较 boring 的感觉差蛮多的。关于行程的影片呢，就到这边结束。不知道大家觉得怎么样呢？Monto 跟 Vevey 都非常的小，所以要像我一样花半天逛完2个城市是做得到的。但是来这边就是要度假嘛，所以我不建议大家把行程安排的这么满。如果可以的话，待个2-3天，然后逛一下老城区，走日内瓦湖，去一些博物馆，享受宁静悠闲的度假氛围，才是这个地方正确的开启方式。那跟瑞士其他的地方一样，天气好还有天气不好，真的有天壤之别。在画面中也可以看到天气好的叉子跟天气不好的叉子到底差了多大，我完全没有加任何的 filter 哦。那问题就来了，来瑞士怎么安排行程才可以避免掉这种天气不好的状况呢？第一个就是挑 overall 天气好的季节来，那夏天可能就是一个比较好的季节。那第二个呢，就是尽可能把时间安排的长一点，这样才可以 buffer 到天气不好的时候，你可以换一个方式去玩，然后天气好的时候看景就比较美丽。我这边呢就呈现了天气最不好的状态给大家看，那大家可以自己斟酌一下要什么时间来。这支影片呢就到这边结束，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发现我换了一种呈现方式呢？大家喜欢这种呈现方式吗？欢迎在下方留言告诉我哦。那关于 French Riviera 的部分呢，我之后也会做另外别的影片来介绍。那大家记得帮我按赞、订阅、分享，并开启小铃铛，这样才不会错过我的影片哦。那我们下支影片见喽，拜拜。